历史不仅仅是受害者的历史，而是全部人的历史。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2009年日本拍摄的历史剧《板上之云》。这部电视剧的战争场面、服装都请了专业的顾问进行指导和考证，还得到了中国广电总局的协助拍摄。由于这部剧经费烧得比较厉害，导致拍摄一度中断。13集的电视剧用了3年的时间才拍摄完毕。其中专门用2集浓墨重彩地讲了清朝甲午战争，而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日本是怎么去看待这段历史的。故事呢，讲述了19世纪60年代末的日本只是一个弹丸小国，产业只有农业和纺织业，300多年来只有少数贵族念得起书，导致人才非常稀少。但是在西方列强工业文明的冲击下，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从经济、工业到军事等等，都完全按照西方的先进国家进行改革。上到天皇，下到国民，都竭尽全力的去建造一个近代国家。西方人嘲笑日本就是动物园里的猴子，喜欢模仿。然而这个喜欢东施效颦的国家却忍气吞声、卧薪尝胆，一步步的在慢慢崛起。但是作为日本邻国的清朝非常有钱，从欧洲购买的先进装备，军事实力远超日本，打造的北洋舰队号称亚洲第一。丁汝昌还把舰队开到日本的各个港口巡视，震慑日本。日本海军看见后是各种羡慕嫉妒恨，同时也很畏惧。而日本的参谋长东乡平八郎在船舱中看见了清朝水兵沉迷于赌博和下象棋，还在过道上吃面条，大炮上晒衣服。东乡平八郎意识到，这样的士兵根本不能把大炮和军舰的威力发挥出来，因为军舰和大炮再怎么巨大，终究是要靠人来操作的。所以北洋舰队不过是一把钝刀，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之后日本大举海军攻占，加速打造了一支装备强大的海军，军事支出最高达到了总财政支出的48%，连天皇的母亲都捐出所有的首饰用于购买军舰。日本国民省吃俭用，全民都在勒紧裤腰带买军舰。日本之所以拼着老命的发展和改革，就是因为当时的世界格局属于帝国主义称霸的时代，弱小的国家如果要摆脱殖民和灭亡的命运，只能自强，并且向外扩张。所以中日战争可以说是一触即发，区别只是在于谁打响第一枪。1894年，朝鲜半岛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叛乱，朝鲜政府无能为力，请求清朝派大军前去镇压。而日本一直声称对朝鲜有保护权，也要派兵前往。可是去到后，叛乱已经平息，日军就赖在朝鲜不走，硬要挑起战争，还派军舰开往了朝鲜半岛西岸。遭遇中国军舰后，日清战争在没有任何宣布的情况下打响了。追赶清军的日本军舰在途中发现了运送着清朝士兵的英国商船高升号，日本挂出信号旗要求投降，但是高升号上的清军誓死不降。随后日军舰队长东乡平八郎下令击沉高升号，800多个清朝士兵全部殉国。之后中日双方正式宣战，旅顺是当时唯一的近现代军事要塞，防御非常坚固。法国提督孤拔曾经说过，哪怕用50多艘坚固的军舰和10万陆军，也要半年的时间才能攻下旅顺。但是日军还在制定作战方案的时候，清军的最高指挥官竟然不战而逃，日本军官非常惊讶，于是率军进攻，仅仅用了1天的时间就攻陷了旅顺。日本军官觉得能获得胜利的主要原因是清军士气低落，大多数士兵都是望风而逃，这场战争就好像是清军故意要输掉的一样。1895年1月，日本舰队包围了清朝的北洋舰队，开始对山东威海卫炮台进行轰炸。40天后，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丁汝昌的服毒自杀。日本最终取得了甲午战争的胜利。在这场战争中，日军一共阵亡了8000多个士兵，不过有2/3都是病死的，而清军一共阵亡了3万多人。所以日本军官觉得清军都是一盘散沙，没有什么纪律，加上朝廷又腐败，所以即使是丁汝昌这样的名将，也是无法打赢这场仗的。甲午战争彻底摧毁了清王朝所有的军事力量，清朝的国际地位从此一落千丈，成为了任列强宰割的对象。日本呢，却通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迅速崛起，成为了世界强国。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说国运、历史发展、战略错误等很多因素。但是我很认同这部剧中反复说到的一点，就是人心。日本是上下齐心，全民饿着肚子买军舰，连小孩玩的游戏都叫打定远。可清王朝是腐败不堪，内忧外患，人心涣散。东乡平八郎之所以敢下令击沉高升号，挑起甲午战争，就是因为早就看出来清军是一盘散沙。就连一个卖酒的老人都对日本军官说：“我恨军人。”
住在旅顺那些逞威风的清军和你们是一样的，都是强盗和杀人犯。由此可见，当时的老百姓对清朝政府有多失望，人心有多涣散，根本没有一个国民对国家应有的认同感，所以不可能像日本的国民那样去爱国和卫国。著名的思想家陈独秀就说过，曾经我在家里读书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国家是个什么东西，到了甲午年才听见人说有个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给打败了，后来又听说什么英国法国的8国联军把中国给打败了，此时我才知道世界上的人是分作一国一国的，我们中国是其中一个，我也是中国的其中一人，才知道了人人都应当有敬礼于国家的大义。所以梁启超觉得中国人不是不爱国，而是不知道什么是国，连国都不知道是个什么概念，怎么去爱？而且清王朝还这么腐败，所以根本无法像日本那样做到上下齐心。所以这部电视剧是日本的奋斗史和崛起史，也是中国近代史的镜子。对于我们来说，要以史为鉴，自强不息，才不会挨打。就像剧中说的，登高坡顶自有青天，既然有一朵白云在闪耀，那就望云爬坡吧。